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对面临着怎样的困惑，请看。我觉得我女朋友大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情商太低，连小学生都不如。朋友都说我性格极好，为人开朗，为什么在你那儿我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了呢？还得压。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，刚开始我跟他一块儿特别的好，然后也见过家长。但是呢，从去年年底工作这方面产生一些问题，一时间没解决了，现在感觉到精神不振作。可能是因为失败了吧，然后也不出去工作了，就一直在家里面待着，然后老是花我的钱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上进的女孩子，所以我觉得男人不应该比女孩子要差。现在我们俩是经常吵架，这也看不顺眼，那也看不顺眼。他提出一个坚决的要求，要么和他一起回四川老家，要么就是跟他分手。像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给不了我任何一点安全感，那么我绝对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女生要求男生跟她走，是因为她觉得男生不够上进，这段情感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雅25岁，来自河南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杨24岁，来自四川，也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，欢迎两位哈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怎么认识的？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大一认识的，2个人一起上课，然后我也特别，因为我自己性格特别内向，然后他又是一个开朗的人，喜欢和男生打在一起。当时是打了我一顿，然后是结识了。不是，他为什么打你呀？他性格应该是这方面的。不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因为我们平常没见过面，我是没见过面他就暴啐你啊？我是隔壁班的，他说没见过我，他就啐你啊？没有，那就开玩笑嘛。哦，打是亲骂是爱，中国一句老话啊。那你们俩这个大学毕业到现在有多久？差不多5年了。大学毕业5年，还是说就从认识到现在5年了。哦，现在这个小片里我听到了什么？又是不上进呀，又是他不跟我走。你们毕业之后去哪儿了？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济南上学的时候认识的，然后毕业之后呢，我就一直在济南工作，就留下济南了。对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以前挺好的，后面很多问题就出来了。你看，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觉得《象牙塔》里面的爱情特别特别美满，但是出来之后面对社会吧，就很现实了，没办法用学校里面那种价值观去衡量你在就是出社会之后的爱情呢。啊，你别这么哲学，你说点接地气的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总感觉他母亲不是很喜欢我，因为他母亲第一次来济南，我请他母亲吃饭的时候，对我态度可冷了。你母亲就一直在跟旁边的那个阿姨聊天，那个阿姨是东北的，她儿媳妇是济南人，然后他儿子呢就跟他儿媳妇到济南这边来创业了。然后他母亲就非常非常激动的说了一句，她说这不就是等于娶了个儿媳妇嫁了个儿子吗？因为我家是四川的嘛，然后他家又是河南的，那你母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妈妈她是同事，也是四川的一个女孩。后来因为感情不和，这个女孩呢，然后抛家弃子了，把那个孩子也不要了，然后又回四川老家了。所以我妈怕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你母亲对四川姑娘是有成见的，哎，对对。这个事情我就不计较了吧。那你说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，你母亲怎么做的？你看我第一次去你家吧，那么远去，然后你母亲就做了一个白菜炖那个粉条，然后吃的饭还是剩饭。你说我是以你女朋友的身份回去的，你说哪怕我不是你女朋友吧？就算说是个朋友，你母亲也不能这样做吧？姑娘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即使只有白菜炖粉条，哪怕您给我加一筷子呢，我也乐意，是吧？对呀。哦，这事儿就过了吧，这不都是过去的事吗？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？父母的问题吧，说是个问题，但是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咱们说好一起好好努力奋斗的，那你说你做了什么？咱们毕业之后说好一块儿创业的，咱们也是开了一个店。但是从开店一开始的时候，问题就层出不穷的出现。说好的，我出房租啊，然后铺货，然后你去搞装修，还有店里面的基础设施。我10月份的时候把店租下来，然后后续的货也铺上了。但是你来年3、4月份的时候，你才给我把店装修好，整整半年的时间。你说你做事也不至于这么拖沓吧？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开过店的经验啊，然后他把所有的活都扔给我了。但是我自己估算不足，我也没办法。关键时候你总是掉链子。你说咱们的店开起来了吧，你得好好经营吧。那你说你后面做了什么？因为我每天在外面跑沙龙，本来回去就挺晚的。然后你说有一次我回家那么晚了，都10点半了。然后你当着那么多店里面好几个员工，然后在那里看电视剧，而且我让你说别看了，你直接把电脑一摔，专门就出去了。那你说这是你干的事儿吗？
你也知道当中那么多人，然后那给我甩脸。哎，合伙人关系不好就别在一起嘛，要不然这店你一个人管了，你找点其他的事儿做不就完了吗？关键是他不找啊。哦，他就赖在这店里是吧？对呀，每天都不出去，然后你看后面吧，店经营不善，然后后面关了，关了之后你说你是一个男人，你得好好出去工作吧，你也不好好出去工作。没有经济来源吧，你还花我的钱。你说你花我的钱吧，就算了吧，你得给我打声招呼吧，你连招呼你都不打一声。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的时候，你说当着大街上那么多人，你就理直气壮的给我要钱，给我点钱花花吧，我又不是你妈，是不是啊？那会儿我们就吵起来了，然后到回家的时候，你直接把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往地上一摔，然后我觉得吧，我可能女孩子嘛也不能那么强势啊，然后我给你道歉，我道了3次歉，我第一次说可能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然后你没理我，然后我后面我又说，我说你别这样，我说可能是我错了，然后你还没理我，我说那你把工资卡拿去吧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吧，然后你就直接把工资卡甩给我，然后你跟我说了一句什么？你说滚，我以后再也不花你的钱了。是吗？关键是他道歉的态度一直都不对。道歉应该是什么态度？因为我感觉他是很嚣张，平常的就感觉他是女王，然后你给他借钱了，他又是那一种态度，而且是很强势。那你说我道歉态度不对啊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样的一个道歉态度啊？我应该给你端杯茶送杯水，然后再在地上给你磕一个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说这事儿就过去就算了吧？那这事儿也算了，就等于你养他是吧？现在反正是花了我的钱啊，那就是你养着他是吧？承认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我也想努力的啊。那你说，行，不说了，买卖不说了啊，这说买卖就说不下去了。今天来这儿，我看这里面也说了，说你得跟我走，要不然我们就分手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因为之前吧，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在谈恋爱之前，我就告诉过他，我不会去河南。如果说你能够接受了，咱俩就谈。然后他也没有给他父母说，他就一直就这样吧，然后就一直谈着的。然后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现在咱们都毕业1年了，他自己也不上进。你说你上进的也好吧，我还有点希望。你说你又不上进嘛，那我肯定我就要回家了呀。哦，你现在想回四川了是吧？对呀。那他要跟你回四川，你还接受他？看情况吧，他不努力回四川也没用啊。男人是什么？男人是要给女人安全感的。你要是你就这样天天我养着你，那以后咱俩还能生活吗？好，姑娘，那我问个问题啊，他不能给你安全感是吧？是呀。现在有能给你安全感的男人吗？没有。你在外面找什么呢？反正他没安全感嘛。没有。其实他有过这样的，你看看，因为之前别人问他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，他说没有。说白了，就是你这样的男朋友，说出去我感觉丢脸。追你的应该有吧？那你也没同意啊？啊，你没同意是吧？对呀。因为你想嘛，那个挺优秀的一个姑娘是吧？又没有男朋友，那追的人肯定多，对不对？还好。还好，有还是没有嘛？有肯定有啊，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还知道啊？哎呀，那你怎么做呢，兄弟？我跟他商量也。你跟他商量，有时候也生点闷气啊。你没招是吧？我也没办法。哎呦，你来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我希望能够让他这个舞台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而且是在接下来自己感情这方面挺迷茫，包括事业这方面，我想各位老师给我指引一下。指引啊？你今天来是给他机会的呢，还是想把这事儿说清楚？说我也不耽误你了，因为你确实给不了安全感。看看他吧，我得看看他的改变啊。如果说我真的是就像你想的那样，那我早就不要你了，那我今天也不至于站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反正就是现在有人追，但是心里还有他，是吧？是。这段感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伙子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好像很无助？对，因为工作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付出了，结果却没有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？你一直在逃避，没看到你有太多行动，你总是在依附。原来是依附妈妈，现在呢有点像依附女朋友，这不对。自己不努力，怨天尤人是改变不了问题的。再说说女孩吧，我首先说一点哈，男人一旦事业是干不成的话，这个感情就很容易破裂，因为他即使他什么也干不成，哪怕你养着他，他不会老老实实在那养着，他会给你惹出各种麻烦啊，他或者是自己在折腾自个儿。所以如果这样下来的话，你就是在当妈的感觉。
越走越像妈。所以给你几种选择，要么你慢慢接受去培养，要不然赶紧就分手。我觉得你现在这时候遇到困难了，这点不干了，你不干这，你可以干点别的呀，是不是啊？你开店你开不了，你给做壶开水呀，给媳妇儿泡泡脚，这你得干得了吧？是不是啊？从生活上应该多关照他一些。就是现在社会分工嘛，也不一定都是男人出去闯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咱要是能把女人那些家里做的事儿都做了，也挺好的，你说呢？是。我问女孩一个问题哈，你觉得她不能给你安全感？你理解的安全感是什么？就是至少来说，在我需要他的时候，或者说是在我需要他帮我做点什么的时候，他能够立马给我撑得起来。你指的是指他在事业上给你不了那种安全感？对，一个是事业上，另外一个是我感觉毕业之后吧，然后出入社会之后，我感觉他也不像以前那么照顾我了，也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好了。你反复在说你要像一个男人一样，所以在你的概念里头，那个男人应该是一定是在外头有自己的事业。对，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，他一定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男人。那你还要他吗？我之前我就给他说过，我说你再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你就失去我了。所以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你说过这么多话，而且我们也所见，他就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男人。分还是不分，趁早挑明了，当断不断，必然自乱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变的还真不是他，变的是你。他一直没变，他还处于几年前你认识的那个在学校里的那个乖男生。经过毕业之后，你渐渐发现，其实你们之间男女之间这种感情不是那么单纯了，不是那么只知道你情我愿，而是还有事业，对吧？还有家庭，今后可能还有婚姻，对不对？对，变的恰恰是你。这种变倒不是说你错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变。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变，你们俩距离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如果不是他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，趁早分手。谢谢。男孩，我想任何一个他所谓心目中的男人听到说我有你这个男朋友，我觉得丢脸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一定忍受不了。但是你没有任何反应，你承受了。在我的判断来说，和他在一起，你一定不是爱上他的所有对你的爱，而是说在他身上能找到那种对于母亲的那种爱。错位了，孩子，你应该长大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找到那种母式的爱的话，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能给你，但他一定不是，因为他希望自己男朋友一定要像一个男人一样，他所说的那种男人，他不是找一个儿子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要真是这种错位的爱的话，那趁早分手。女生一般都很喜欢说这句话，就是男人应该给我安全感。但其实这句话背后应该还有一句，女生也应该给男生归属感。男生给女生的安全感一定不是只是来自于所谓物质的保障，又或者是家庭当中的照顾。一个男人是否真的能够给家庭的安定感和女生的安全感，就来源于两个字：骨气。如果他有骨气，事业碰上低谷，他还能爬得起来；遇上任何事情，他还能扎得住。不管此时此刻是高是低，他都能踏踏实实的把目前的事儿干好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个男人身上看不到骨气。我不反对说老公一定不能向自己的妻子要钱，我也向妻子要钱，没有关系。但听他那个口气，完全就是一副烂泥巴的样子。怎么样，给点钱花花？同时在说这句话的同时，家庭当中的力所能及的事儿他又不干。所以你没有骨气这一点，就使得你在受到生活的挤压之下，你完完全全支撑不起来。就是在女生的眼中心目当中，你已经不是一个男生的样子。其实哪个男人没有事业当中的低谷状态？谁都有。但关键是在低谷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像一个男人，但你恰恰缺乏这点骨气。男人一旦没有骨气，就让女人看不到希望。但是另外我也想说的后面一点是，女生也应该给男生归属感。一个好的女人能够刺激起男人的野心，同时也能够抚平男人的野心。我们看到在一些萎靡不振的男人面前，有些女人可以用她的智慧让他变得有上进心。但是当男人已经迷失了方向，充满欲望，要犯错的时候，聪明的女人又能够抚平他们的这种欲望。但是我们所看到的，你的方式方法完全是错误的。你说你想刺激起他，你所使用的不是真正的那种生活当中深刻的那种鼓励，你是羞辱，
有你这样的男生真是丢脸。如果是真的爱一个男人，怎么舍得去这样羞辱他？怎么可以？如果你真的是想鼓励他，如果你真是希望他还能够爬起来，给他归属感，给他一种支撑感，可以告诉他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。如果咱们不适合做生意，咱们就不做生意。如果你能这样去做，我一定觉得会给他内心一点支撑和温暖感，而不是全面的打压。你说呢？就这样。这么大了，你从岁数来说是大了，但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两个人好像都在过家家，很多生活的事情也没想明白啊，道理也没想懂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太急了，还没学会走就开始跑了。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商业的奇才，不是所有的人可以不积累就平步青云。踏踏实实的工作2年，给人打打工，好好的做一个优秀员工，每年有个5%、10%的加薪，了解这个社会，然后开开心心的租一个房子，领个结婚证，两个人守在一起，慢慢来，那日子不是挺好的吗？可能也没想过，是吧？自己去选择吧。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也知道自己不努力，然后对于事情的处理也够拖延的，这也让你挺头疼的，让你也一直这样不断的刺激。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好好的努力，把店之前欠下的债务我会认真的去还完，然后之后在济南能给你一个温暖的环境，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其实你是一个有能力、有思想、有抱负的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不管以后咱们能不能够在一起，我都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像男人一样，好好的去努力，好好的去拼搏一把，再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份事业。请亮灯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次提供帮助的机会，是你要还是你要？我要。A. 求助现场观众。B.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。C. 再次的求助爱情导师。你的选择是爱情导师。来，涂老师接着教啊。你刚才那个60秒当中啊，很有那个校长的风范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感受一下。其实你是一个有思想、有抱负、有思维的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不管以后咱们能不能够在一起，我都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像个男人一样，好好的去奋斗一把，努力一次。哎，不错。就是这个老师的角色之余，再多点女人的色彩就更好。你把这个话再温柔一点说一下，别那么义正言辞的感觉，好像手上拿着鞭子一样。你再说一遍，我们感受一下。对着他说温柔一点。其实你是一个有思想、有抱负、有能力的人。挺好，继续。不管以后咱们能不能够在一起，我都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，好好的去努力，奋斗一次。这多好，你看。是吧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男人与女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男人擅长用力，因为男人是孔武有力的。但其实真正把力运用得恰到好处的高手，一定是女人，因为女人的力是有弹性的，可以以柔克刚的。真正的女人在生活当中要学会妥协，但是在妥协当中要有坚持。在所谓的气势上面，你可以低他一头的，没有必要压着他的。但是在这种气势上的妥协当中，又有着对他的一种坚持，而绝对不在原则上放弃他。所以我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。你呢，老老实实当学生，好好学习做男人。你呢，做妈有风险，入行需谨慎。换一下箱子吧。谢谢两位哈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你。5分吧，大王。老师有话说。其实我出来不是说是要答应他或者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咱们5年了不容易，然后
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然后看看他能不能改。如果能改，那么咱们可能还能够在一起；但是如果不能改的话，那肯定分。来吧，看看男生吧。从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你挺特别，单纯开朗，就想一直照顾你。我曾经答应过你一起去法国普罗旺斯给你拍照，我也一直记得，啊，挺浪漫的一个，你就留下来了是吧？没有说，我只是给他一个考察期，这个考察期是2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不行，我肯定走。这次走了之后再也不回头。真的哈？真的。我们要感谢不弄暴龙眼睛为牵手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，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，你们自己来喊好吗？来，自己一个人喊。开始。你自己喊。停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的幸福之门即将打开，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和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，请出我们的小话筒来，有请。谢谢。你不用求，你自己先留着吧。还是同样的话，我再重复说一遍，只是给你一个考察期的时间。如果说这个时间就是你真的能够振作起来，那么咱俩就还有机会。如果你振作不起来，那么咱俩真的就从此一拍而散。所以说你先把这个留着吧，或许有下一位还能用得上呢，是吧？其实我也看明白了，姑娘，这个门其实我有时候老说这个门是个遮羞布，你知道吧？遮羞布一拉起来，该走就走，别留后手啊！你真的更尴尬。这我先替你们收着。你收着吧。我们也不勉强别人办。那这样吧，你留着吧。啊，你留着吧。你看这话说的，你留着吧，就说我不会再来取了吗？那你干嘛要出来呢？没有，只是觉得吧，然后5年了不容易，然后你看，所以我这么说吧，小伙子，这个东西留在我们节目组，包括那个大奖都一样，我们都给你留下。2个月以后你们好了，你就来求一下。2个月你们要分了，这东西我们也留下来了，行吗？好，那2位就牵着手走吧。不用了，5年连牵手都不能牵一下啊？自己走吧。啊，壮烈一点。那你就不该出来呀！你想明白了吗？那你们怎么走？你们走吧，谢谢2位。走哪边？哎，这边。走这边。我此时此刻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。今天再用这样一个方式，真是有点那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感觉。这个男人一旦跟了他的话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相信这个男人即使跟了他，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特别简单的粗暴说一句：爱情已死，心已离去，出来干嘛？真没必要出来。我们的感受或者我们的难受是觉得他怎么会这样？其实你仔细想，当他离开这个现场的时候，你该提供的角度提供了，你还有遗憾吗？没有。